在纯真的80年代，男人为了让妹妹嫁给自己的好哥们，竟然毫不知耻地带着好哥们去河边偷看自己的妹妹洗澡。而对方之所以这样做，实际上是女人怀了镇上工商所长的孩子，急于找接盘侠。前世的马虎毫不知情地娶了李小月，不仅帮人家养了7年的儿子，事后更是因为江奸夫和李小月打成了重伤，被判故意伤害进去，踩了好多年缝纫机。三姐也因为要扛起养家的重任，在进山采参的时候被人推进，父亲扯腿进山打猎也送了命。等出来的时候，只有母亲在二姐家养老，但整个人的心气也没了。心灰意冷之下，马虎又捡起了跑山的本事，可那时候已经禁枪了，他便开启了养猎狗的生涯。可惜单反穷3代，玩狗毁一生。等他带着猎狗上山狩猎时，由于计算错误，被野猪一个冲刺给拱死了。三姐，你活了？不对，是我死了。看来阴间不喝孟婆汤，改吃西红柿了。你个混小子，什么死不死的，就不能说点吉利的？爹娘，虎子醒了。不一会，一名腰间系着围裙的中年妇人和一名拄着拐的男人便走了进来。虎子，你可醒了？完蛋玩意，进山打猎送个鸡毛。看看近在咫尺的老爹老娘，再看看墙上的日历，马虎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。疼，是真的疼！狗日的老天爷，终于眷顾了我一回，终于轮到我马虎重生了。这辈子一定要活出个人样。爹娘，三姐，虎子可想死你们了。逢年过节我都给你们烧最好的纸。你小子，爹虽然腿瘸了，但也是跑山的老炮，只要认真跟着学，养活一家人没啥问题。看看你那怂色，还没进山就吓出了病，还要给老子烧纸，丢人玩意。爹，其实我是受了风，并不是怂进山。等我准备几天就进山打猎，您就瞧好吧。虎子，你就吹吧，打猎可不光是有胆子就行，山里的学问大着呢。你得先学会辨认各种野兽的习性和踪迹，知道在哪找到它们，还有猎枪。老马同志这边倾囊相授，马虎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。他之所以要准备几天才进山，和老爹老娘亲近只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则是要处理好前妻李小月一家的事。要是记忆没出错的话，也就是这2天，好哥们李小明就会来找我去河边洗澡，随后他妹妹李小月就会上演一出看光身子非我马虎不嫁的戏码。特么的，李小月和养狗，老子这辈子碰都不碰。心中暗骂了一声，马虎将思绪拉回当下。爹，你这腿能不能想办法搞个工伤，至少能保住每个月40来块钱的林场职工收入？想啥呢？咱是自己打猎受的伤，事在人为吗？我听说刘厂长挺贪的，可咱家没钱啊。马福军说完，见全家人都没好气的看着自己，顿时面露尴尬之色。马虎撇了撇嘴，拿上半盒老巴朵就出了屋门。刚到院子，就传来一阵狗叫声，不远的是一条黄色土狗，名叫大黄。由于每次进山打猎时叫的比谁都猛，上的却比谁都怂，熬死了另外2条猎犬。这家伙不仅没事，还长了膘，搞得后来老爹上山都不带他了，直接沦为了一条看门狗。大黄，你这怂狗！马虎笑着揉了一下大黄的脖子，接着脑海中便响起了叮的一声。爹，受宠家电系统已绑定。前世经常看小说，马虎对系统什么的还算了解。一般情况下，只要看小说的时候少骂作者2句，迟早都能混个系统玩完。就是这个受宠系统绑定的受宠，让他很不爽。说好了不玩狗，非得硬塞一个是吧？打开透明的系统面板，上面只有大黄一个受宠。受宠大黄经验值0强化点数1。大黄这条怂狗，就算强化了爪子、牙齿，也没法指望它狩猎。思索了一番，马虎决定强化大黄的嗅觉。猎犬的嗅觉本就非常灵敏，要是再经过系统一番强化，没准能在山林里发现一些隐蔽的猎物和珍贵的药材。将强化点加在了大黄的鼻子上，很快系统就传来了提示音：初次强化获得奖励暴击，100%获得天赋10里蚊香，嗅觉强化指示力范围内，并能提前嗅到危险。不错不错，这下大黄直接升级成顶级骚狗了，只要闻到味就跑不了。而按照系统的介绍，天赋是可以反馈一部分给宿主的。马虎嗅了嗅鼻子，发现他的嗅觉也提升了数倍。虽然没大黄那么恐怖，但也算是一种特殊能力。哎呀，早知道第1次强化会暴击100%获得特殊天赋，我就强化大黄的第5条腿了。虎子在家吗？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此人正是李小明。是小明啊，我可想死你了。虎子，天气不错，咱去河里扎个猛子。你先去，我10分钟就到，得先喂狗。那我跟你去。不用，狗食就1份。好了，你快去吧，我10分钟就到。将李小明这个好兄弟打发走，马虎直接小跑着去了前院许大力家。许大力是村里有名的老光棍，父母死得早，快30岁还没娶上媳妇。最主要的是，这人脾气还很臭。老许要媳妇吗？要。原本瘫在炕上的许大力一听这话，立马来了精神，一个翻身就坐了起来。见来人是马虎，他的脸色一下就难看了起来。都是名声堪忧的一派，马虎自己都是个光棍，凭啥给我介绍媳妇啊？马虎，你逗我呢？逗你干啥？林场3美之一的李小月咋样？
这许大力怎么回事？家里搞得和狗窝一样。不过这地方和李小月正配。少放你那五谷玲珑、溜光电缆屁！李小月能看上我？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保证让你娶她当媳妇。马虎淡然一笑，接着便叮嘱了起来。许大力听后，顿时眼睛一亮。要按你说的办，没准真能娶上李小月。就是有一点我没想明白，胡子兄弟，这种好事你为啥要让给我？这里面不会有坑吧？其实也没啥，就是李小月的肚子里有野种，我不想当接盘侠。马虎就没想瞒着，以许大力娶不上媳妇的情况，这种事提前说好反而没事。原来是有野种啊！没事没事，我不怕。你想的还挺开，我能让他生下来算我输。紧接着，二人商议了一番，便一前一后的向着河边走去。在这纯真的80年代，男人竟然带着好哥们去河边偷看自己的妹妹洗澡。而对方之所以这样做，实际上是因为女人怀了镇上工商所长的孩子，急于找接盘侠。而男人一旦看了人家女娃的身子，就必须把人家娶回家。重活一世的马虎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戏码，当即就把这种好事介绍给了村里臭名昭著的老光棍。这是1毛钱，你们拿去买糖吃，等下就跟在许大力身后，假装去抓蜻蜓。交代了一番，马虎就先行离开了。刚走到河边，便见李小明一脸焦急地走了上来。嘻，胡子，快跟我来，林夏他们在上游洗澡。来了，嘿嘿，就 TM 你小子最话，一会有你们李家好果子吃。马虎心中暗骂了一句，便跟了上去。很快，一行人就来到了一处河道拐弯处，看着斜坡下的那片灌木丛，他不由得放慢了脚步。若是记忆没错，李小月此时正光着身子躲在后面，等我走过去，就会突然冲出来，大喊大叫，将旁边田地里正好干活的一些人吸引过来，到时候不娶都不行。虎子，你怎么不走了？林夏就在前面。看着一脸贱笑的李小明，马虎恨不得直接给这孙子一拳。啊哈哈！等等，我抽根烟压压惊。马虎掏出从老爹那顺来的半盒白羽传，直接点上了一颗，看得李小明心中暗骂：这他妈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。就在这时，许大力也快步走了过来，他的身后跟着一群抓蜻蜓的讨小子，一个个小脸造的确黑。这天太热了，去河里扎个猛子。喂，你个狗日的凑什么热闹啊！快给老子停下！此时，灌木丛后的李小月傻眼了啊！这，我为了一招制敌，脱的就剩一个花裤衩了，怎么半路杀出个大白胖子？关键是这家伙还边跑边脱啊！救命啊！嘻，这马虎兄弟还真是讲究。哎呀妈呀，李小叶，你咋光着身子藏在草后？你闭嘴，挤开！你这人咋回事？光着身子藏草后边，特意在等我是吧？反正我的身子被你看光了，你得负责。这人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？李小月气得脸色一黑，直接晕了过去。许大力见状，更是不会客气，直接一把将其抱出了灌木丛，大喊道：李小明，快来！你姐被我不小心看光了身子，晕过去了。虎子，快去救我姐！小明，不是我不帮你，主要是你姐光着身子，我还单身呢，过去不合适。反正许大力已经看光了，就让他抱着去诊所吧。很快，周围田地里的村民也都围了过来。这咋回事？老李家闺女被许大力看光了。大力不是故意的，我看见了，他就是想去河里洗澡。我也听见了，估计是老李家闺女在那上厕所，赶巧了。男人们指指点点，女人们则是上去帮忙，用衣服将李小月暂时包起来。倒是1毛钱雇来的讨小子们已经扯开了嗓子，向着林场跑去。不好了，李小月被许大力看光了身子。看着背过身去原地不动的马虎，再看看已经跑回林场的熊孩子们，还有看热闹的村民，李小明眼前一黑。哎呀，这是咋就办成了这样？可惜许大力已经抱着李小月向着诊所而去，他无奈地跺了下脚，想要将人给拦住。许大力，放下我姐！放下你姐，你来抱她吗？谁家正经人，媳妇晕倒了让别人抱？不用去诊所，我一嘴巴给他扇响。不行，你这下手没轻没重的。许大力一屁股将李小明拱开，要的就是当众将李小月抱去诊所。他给马虎一个感激的眼神，便加速向着林场大步奔去。谁叫咱哥们心地善良，一个娶不上媳妇，一个着急嫁人，这也算积德了。马虎，你小子怎么笑得那么猥琐？是不是又干坏事了？就在这时，3个头发湿漉漉的年轻女孩走了过来。林夏姐，你别诬陷我可是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。你能干什么好事？解决农村大龄青年的光棍问题。啥？另外2个女孩也都是林场的职工，马虎也不好解释太多，他将林夏拉到一旁，贴着她那白皙的耳垂轻声道：林夏姐，晚上一起吃鸡。吃鸡？吃什么鸡？黑嘴松鸡，我爹之前打的存货。约好了老地方见面，马虎哼着小曲就回家了。重生新气象，老爹、老妈、3姐、8姐、2姐还有林夏全都好好的，最重要的是自己还有受宠加点系统，只要假以时日，定能吃喝不愁，快乐无忧。夜晚时分，月黑风高，林场外围处，2具白嫩的身躯靠在了一起。胡子，再往里点。林夏姐，还是你来吧，我太热了。你个不中用的东西！林夏抱怨了一句，
接过串好的黑嘴松鸡，继续烤了起来。我去再拾些干柴来。眼看地上的火苗小了几分，马虎赶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沾着的尘土，朝着不远处的防护林走去。在路过一处柴火垛时，一阵娇喘声突然传入耳中。老刘，使劲！使着呢，使着呢。刘厂长，上午还犯愁给老爹腿办工伤的事呢，这不机会来了吗？啊哈哈！刘厂长，秦寡妇，我啥也没看见，你们继续。等一下，你是马福军家那小子吧？刘叔，我就是过来捡柴火的，你和秦寡妇继续，我啥也没看见。胡子，其实叔是在和秦寡妇一起学外语。现在改革开放了，上面号召咱们林场学习国外的先进文化。对对，胡子，你把嘴管住，婶子不会亏待你的。刘叔，秦婶子，你们放心吧，学外语这事我绝对不乱说。胡子，能不能快点？一会火都灭了。婶子听这声音，怎么像是林夏那丫头？胡子，你和林夏也是来学外语的。刘叔，我和林夏都是单身，别说是吃烤鸡，学外语就是一起滚柴火垛也没问题吧？胡子，别和你刘叔一样的。秦寡妇狠狠地掐了刘厂长一下，接着又从他兜里掏出5张大团结，塞到马虎手上。胡子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今晚的事烂在心里，婶子不会亏待你，以后有啥官面上的事，刘叔也会照顾你。对，胡子，刘叔在大青山林场还算有点权利，今晚的事烂在心里，不会亏待你的。50块钱相当于老爹1个月的工资，不收白不收，何况这钱要是不收，恐怕明天就得被刘厂长穿小鞋。刘叔，秦婶子，你们放心吧，我马虎不是那种不识好歹、随便要挟别人的人。在这3天饿9顿的80年代，男人为了讨好省里来的女知青，竟然将全家人3天的口粮偷了出来，做成了烤鸡送给她吃。只见他扯下一条鸡腿，轻吹了几下，一把塞进她的嘴里。还是这么好吃。不过以后咱这小灶就别开了，你爹受伤了，该你当家了，别再让我这个外人占便宜了。林夏姐，我可没把你当成外人。此话一出，场面顿时有些暧昧。林夏的脸微微一红，嗔怪地看了马虎一眼。你这小子净说些没正形的话，我是说真的，你现在得学着当家过日子了。再说我的黄桃罐头也快供不上了。林夏虽也贪吃，但从不空手，每次开小灶也会带些吃的，偶尔还会带一瓶黄桃罐头。在这个年代，黄桃罐头地位可不是盖的。林夏姐，我真没把你当外人。林夏被说的面色微红，轻挽了一下头发，低声道：怎么看上姐了？不行，你太小了，咱俩不合适。看了眼林夏绯红的面容，还有胸前的一对大保龄球，马虎真想说看上了，但又把话憋了回去。所谓上赶着不是买卖，追女孩子这种事绝对不能太主动。林夏姐，虽然你长得挺漂亮，但干活没劲啊，一不会种地，二不会养猪，咱俩确实不合适。不过我真没拿你当外人，我拿你当饭搭子，偷着一起解馋的饭搭子。虎子，你这是在哪学的新鲜词？还饭搭子？合着在你眼里，我就是陪你偷偷解馋的呗？你这小子！他伸手狠狠地掐了马虎一下，但心里却松了口气。已经打定主意，一个人过一辈子的，还真怕一旦拒绝，就会失去虎子这个朋友。虎子，要是你爹腿脚没问题，咱俩做饭搭子没问题。但是马虎自然知道林夏担心的是啥，他起身一脸豪气道：林夏姐，不是我吹牛，未来整个大青山都是我的猎场。啥？你要进山打猎？没错。还有大黄。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，很快已是深夜。在吃完烤鸡后，马虎拿着手电筒将林夏送回学校宿舍，才回了家。刚一进屋，就见老爹马福军拿着拐杖，一脸审视的看着他。仓库剩下的那只黑嘴松鸡呢？爹，一只松鸡罢了，至于这么激动吗？到时还你一只飞龙就是。飞龙就凭你？眼见老爹举起了拐杖，马虎赶紧解释道：爹，我拿松鸡办事去了，办你的事。办啥事？办工伤的事呗。此话一出，原本还在看热闹的老娘，还有三姐马春竹都不淡定了。虎子，你找谁办事去了？对啊，虎子，这种大事可不能开玩笑。扯淡，一只松鸡能办成这么大的事，你别是让人给忽悠了。见三人都望着自己，马虎一屁股坐上炕沿，笑嘻嘻道：爹娘，三姐，这事还真让我办成了。明天叫我爹去镇上买2条白宇宙，2瓶北大荒去刘厂长家，直接说咱家的情况就行。对了，别忘了给林夏送2瓶黄桃罐头，这事他也出力了。2条白宇宙40块钱，2瓶北大荒8块钱，黄桃罐头4块，50块钱就能把事办成，就算只领1年工伤的钱也合算。这事是林夏帮着办的吧？早就有传言他哥在冰城当大官，连刘厂长都得给面子，看来是真的。虎子，林夏姐既漂亮又有文化，和你关系也不错，要是能把她娶进门，那以后咱家可就有福了。就她下辈子吧，不是说林夏多优秀，而是虎子这情商，照我当年可差远了。身为一个男人，连饼都不会画，娶什么媳妇？你闭嘴！
虎子，你去追林夏，能支持你。娘，这是不急，我明天准备进山。将话题岔过去，马虎说起了正事。马福军听后，去仓库将之前淘汰的挂管枪拿了出来。这枪的枪管是莫辛纳的，剩下的部位基本都是手搓的零件，套在一个自制木护把上。家里还有30多发子弹，你先拿去练手。大青山外围没啥大型猛兽，这东西够用。爹最近研究钓鱼呢，等哪天搞一条大黄鱼、龙江鲟啥的，给你搞把新的56半。没事，爹，你慢慢钻研，我这不急，先在大青山外围练着。老爹的饼太大，马虎是不打算等了，他可以自己赚钱换56本。东北的夏天昼长夜短，才4点多钟的时候，天就已经蒙蒙亮了。马虎也早早的起了床，他简单洗漱了一番，换上一身耐磨的打猎行头，把挂管枪仔细检查了一遍，又带上那30多发子弹，将它们稳妥的装在背包里，就出了门。大黄，用你强了10倍的鼻子闻闻，这附近有什么猎物？作为一直当了3年看门狗的土狗猎犬，大黄还是能听懂人话的，但许久没进山，多少还有些谨慎。你都有10里闻香的天赋了，还怂个毛啊！见大黄嗅着狗鼻子，小心翼翼的在林间行进，马虎真想给他一脚。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，怂狗就是怂狗。马虎一边在心里吐槽着，一边跟在大黄身后，时刻留意着周围的动静。大黄走走停停，鼻子不停的在地上、草丛里嗅着。突然，他像是闻到了什么重要线索一般，原本耷拉着的尾巴微微翘了起来，脚步也加快了些，朝着一片灌木丛跑去。马虎见状，心中一喜，赶忙跟了上去。还未走进草丛，就见几只白脖子的环颈雉鸡冲出了灌木丛。这玩意的个头比一般的家养鸡要小不少。7.62的步枪弹打上去，先不说能不能中，就算是中了，估计也得被打烂。这时遇到野鸡的大黄已经化身成了森林战神，一犬当先的就扑了上去，害得马虎阻止都来不及。这个狗东西，要是遇到黑瞎子也这么猛该多好！男子第一次进山打猎，不仅收获了满满一筐的野鸡野兔，还猎获了一头几百斤的大野猪。当他扛着野猪兴冲冲的下山时，又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小远东豹。他将帆布挎包放在了胸前，把还未开眼的豹崽子放入其中。嘿嘿，反正我有受宠系统，要是把这个盲兽契约了，以后打猎就轻松的多了。说着，马虎带着大黄就向着山外走去，身上的猎物加起来近100斤。虽说有扁担和背篓分散重量，但要回到林场也非易事。本来还想着契约一个猛兽，现在看来得先搞个驼鹿或者马鹿，最差也要弄一头毛驴。就这样，马虎一边想着未来想要契约的受宠，一边扛着近100斤的猎物出了山林。3里地的距离，他走走停停，中间休息了3次，才算来到了大路上。前几日刚下过雨，进山采蘑菇的人也不少，在这等没准能坐上顺风车。马虎把身上的担子和背篓放在路边，自己则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，缓了约有10来分钟，还真被他赶上了一辆进山的驴车，还是空车。老外说你这是去哪了？去趟老金沟林场，给我外甥送些几袋高粱米。胡子，东西不少啊，我捎你一段。那感情好啊！马虎没有客气，将东西都抬上了驴车，随后从背篓中取出一只野兔，递给老歪叔。叔，今天运气好，打了些猎物，这野兔你拿着。哎呀，虎子，你这太见外了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顺道的事儿，叔哪能要你的野兔？嘴上说着，老歪叔的手却十分实诚，一把就抓住了兔腿。野兔真没白给，老歪叔直接将马虎送到了家门口，还十分热情地帮着卸下火，才赶着驴车离开。胡子，你和别人一起打围，分了2条猪后腿。见儿子挑着2条野猪腿，正在院中侍弄鱼竿的马福军一脸疑惑地走了上来。没有，是我自己打了一头大野猪，实在背不出来，就将后腿和猪板油卸了下来。马虎解释了一番，接着就将猪板油还有野兔、野鸡以及胸前帆布包里的豹崽子都放到了地上。此时母亲王慧和3姐马春竹也从屋内走了出来，他们看见豹崽子的可爱模样，立马就开始上手。胡子，这东西不是小老虎吧？毛茸茸的真可爱，你在山里捡的？家里本来就有个吃剩饭的了，你这又捡了一个回来。母亲王慧一边摸着豹崽子，脸上却有些担忧。这小东西刚出生，恐怕得喝老奶粉或者是卖乳精才能养活，开支不小。这小东西看着像是远东豹的崽子，要是养大了，比大黄可凶猛多了。还得是老爹马福军，能被称为老炮的男人，还是有2把刷子的，一眼就将豹崽子给认了出来。爹娘，这确实是一只远东豹的幼崽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马虎将事情的经过简单的介绍了一番，只是将系统的事隐藏了起来，而且为了防止父母担心，用的也是比较轻松的语气。胡子第一次面对野猪能临危不乱，一枪打中猪头，你打猎的天赋也就比爹当年差点。可惜大黑和小青都死了，家里就剩大黄这个怂货，进山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呵呵，爹，我可是野猪克星，不怕那玩意。大黄虽然怂了点，但鼻子很灵，这次的兔子窝还有受伤的远东豹都是他发现的。你还不如说他是哮天犬转世得了。这话马福军是一点不信，他撇了撇嘴，转身收拾起了地上的猎物。儿子扔了半头野猪，这事倒是没什么说的，因为他也干过。只是胡子这才第一次进山，竟然就能有如此收获，多少有些让人意外。胡子这得多大的运气，能遇到野猪和远东豹崽子啊！更别说还端了一整窝的兔子。
应该是新手保护期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他一边处理野猪肉，一边叮嘱道：胡子，虽然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但你不能拿运气当实力，一定不要飘，稳稳当当的在大青山外围打一些小猎物。这时，母亲和三姐已经将豹崽子抱回了屋，喝上了家里珍藏的一罐麦乳精。马虎先是应和了老爹几声，接着也帮着处理起了猎物，一边洗着野猪肉，一边打听道：爹，你去刘厂长家了，他咋说的？说来也是奇怪，办工伤这事他是一点奔都没打，还直接同意办1年的，而且他还叫我给你小子带个话，说学外语的事要保密。马虎点点头，这是早就在他的意料之中。严格说起来，办工伤对刘厂长个人没任何影响。那他收没收礼？马福军洗野猪肉的动作顿了一下，接着点头道：当然收了，这年头谁办事不收礼？马虎本没多想，可老爹的不自然还是被他注意到了，便动了一下鼻子。受宠获得的天赋是能反馈一部分到宿主身上的，所以他现在的嗅觉可是强了不少。爹，你这身上咋有白宇宙味？放屁，你咋那么能耐呢？还能闻出别人身上的烟味是啥牌子的？我抽的明明是老八朵。马虎嘿嘿一笑，在老爹还没反应过来之前，直接闪电般的从他兜里拽出了一包白宇宙。爹，你可真舍得，都抽2块钱一包的白宇宙了。胡子，你娘的性格你也知道，这烟人家供销社可是不退，到时只能打个骨折卖给办喜事的人家。爹想着，与其这么损失了，不如留着自己抽，免得浪费。烟在我大伯家吧，你分我一条。这是娘肯定不知道。行，以后自己去你大伯家取。马福军说完，见野猪肉处理的差不多了，便起身割下一小块猪板肉，又拎上一只野兔，离开了院子。我去给你大伯送只兔子。看着老爹的背影，马虎一拍脑门，完了完了，白酒没有我的份了，人家连下酒菜都有了。男子明明是个好吃懒做的主，平日里连生火做饭都不会，如今第一次上山打猎，却带回来了好几百斤的肉。正当他在院子里处理猎物时，院外突然走进来一名个子不高的中年男子，此人正是前世妻子李小月的父亲李东阳。胡子，这是打猎回来了。一大早就听邻居说马虎这小子进山打猎去了，本以为是个棒槌，没想到收获还真不小，光是院里的野猪肉怎么也得有40-50斤了，这要是成了自己女婿，这些肉可就是我的了。想到这里，他露出一个自认和煦的笑容。虎子，你爹娘在家吗？李算盘的笑容在马虎看来却是无比虚伪。李算盘，你来我家有啥事？马虎说着，走到磨刀石前，当着李算盘的面就嘎吱嘎吱地打磨起了猎刀。按儿子李小明的说法，马虎这小子脑子不够用，还好吃喝，要是女儿李小月嫁给他，可以轻松拿捏。现在看来，这小子不是脑子不够用，是多少沾点火啊，哪有当面磨刀的？啊哈哈，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和你父母商量一下你和我家小月的事。胡子，咱爷俩实话实说，若非那丫头看上你了，非你不嫁，就以你这馋嘴的名声，我说啥也不会同意这门婚事。呵呵，原本以为将老李家的剧本主角换成许大力，自己能消停几天，没想到老李家还没死心，竟然又找上门了。李算盘，听过一句话没？吃不穷，喝不穷，娶错了媳妇一世穷。就你家李小月那德行，白给老子都不要。再说你那闺女都被许大力看光了身子，整个大青山林场谁敢娶？只是看了身子，又没干别的事。只要虎子你别往心里去，我们老李家能接受你。反正以虎子你馋嘴的名声，除了我们老李家，是没人愿意将闺女嫁给你的。接受你 MB， 连比棉鞋垫子都厚。暗骂了一句，马虎也懒得磨叽了，直接轰人道：李算盘，便宜没好货，天上不会掉馅饼的道理，我马虎还是懂的。就你那大肚子女儿，除了许大力，整个大青山林场不会有一个人敢娶，再敢算计我家，你和你小姨子那破事，哼哼。你胡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李算盘彻底慌了，女儿怀孕的事是他家的机密，除了他们一家4口，甚至连孩子亲爹都不知道这事，就是为了将来用这事拿捏那个前所长。胡子，你可不许瞎说，要出人命的。我可没乱说，许大力可是说了，非你女儿不娶，这些事都是他私下打听来的。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，这些事都是许大力和你说的。李算盘的脸色很是难看，本来女儿被许大力给看了，他还打算当作不知道，甚至要是许大力敢求亲，他就将人轰出去。谁成想人家手里握着王炸。自然是他和我说的。我劝你们老李家这些个小算盘，还是抓紧研究一下怎么应付许大力吧，别在我这动歪心思了。马虎说完，直接拿起猎刀对着野猪肉就是一刀。再敢来嘚瑟，我可不敢保证这猎刀下次会不会扎在你肚皮上。你李算盘拟了半天，最终跺了跺脚，小跑着回家商量大事去了。马虎则是割下来2斤野猪肉，进屋道：娘，别去大伯家吃饭了，我一会也过去喝酒，你和三姐自己炖一只小野鸡。母亲王慧点了点头，接着奇怪道：胡子，我看李算盘来咱家，你俩在院子里嘀咕啥了？没啥，他闺女被许大力看了，
想打听一下未来故人。那你咋说的？许大力是个好人，咱不能干那坏人姻缘的事，该夸就夸。哎，可惜了那丫头，出落的挺漂亮，要是看了李小月身子的人是你，娘也就放心了。娘，你不是叫我追林夏吗？咋又惦记上李小月了？胡子，不是三姐说你，就你的馋嘴名声，只要能娶上媳妇，随便哪个女人，娘都不会有意见。你这丫头别瞎说。王辉瞪了三姐一眼，接着安慰道：胡子，别听你三姐的，嘴馋不是毛病，就凭你这打猎跑山的本事，吃点肉咋了？要娶媳妇就娶你相中的，该追林夏追林夏。马虎嘿嘿一笑，心想还是老娘向着他，知道他跑山的实力。不过娘也知道，凭你的本事追林夏这事基本没希望，要是有合适的姑娘，也不能错过。呵呵，你可真是我亲娘。马虎撇了撇嘴，便提着野猪肉出了门。追林夏那大馋丫头有啥难的？黄桃罐头管够就是。虽然一会打算去大伯家蹭饭，但他手上这2斤野猪肉却另有用处。来到许大力的家，这家伙正躺在炕上，一脸兴奋地看着一本小说。老许还有心情看小说呢？嘿嘿嘿，虎子，你小子讲究，先是给我送媳妇，现在又拎来2斤猪肉。马虎摆了摆手说道：这可不是给你的，是给屯东头老白太太的。啥？你给老白太太送肉，为啥要拎我家来？因为这猪肉得你给老白太太送去，顺便再请他将李小月怀野种的事广播。村东头的广播站，这老太太可是扯老婆舌的主力。马虎将李算盘去他家说媒的事，简单的和许大力说了一遍。你小子自己再不使劲，李小月那么漂亮的媳妇可就飞了，还有心思看小说。许大力有点明白马虎的意思，要是怀孕的事私下传开，再加上看光身子的事，李小月除了我许大力，那是没人敢娶了。到时候别管李算盘看没看上我许大力，这女儿是嫁定了。至于名声，要那玩意干啥，本来也不好，还不如搞个媳妇暖被窝。想到这里，许大力一下就从炕上窜了起来。虎子，啥也别说了，你这恩情我许大力能记一辈子。等我这边娶了许小月，要是你小子实在娶不到媳妇，哥让你来拉帮套。套你大爷！就李小月那女人，白给老子套都不套。我这也是没办法，谁知道那李算盘咋回事，就盯着老子，你这边抓紧使劲吧。没问题，我马上使劲。马虎将2斤野猪肉放下，随便忽悠了2句，他便出了屋子，往大伯马富强家走去。该帮的都帮了，要是许大力再娶不上李小月，只能用废物来形容了。村里开会分田地，村长却把所有的良田都分给了自家亲戚，而男子分到的却是一块大洼地，产量远远比不上别处的良田。男子一气之下，花大价钱雇了推土机，将最洼的一部分改成了养鱼池。这下不仅地块恢复了产量，养鱼还能赚一大笔钱。然而村里的人不愿意了，非要说他的田是村里的机动地，要他1年交2000块钱的租金才能继续承包。听闻此事的马虎瞬间不淡定了，立马带上刚打的兔子跑去了姐夫家里。娘，我今天去镇上卖兔皮。去吧，以你爹的腿脚，以后基本告别自行车了，家里那辆28大杠就归你骑了。去镇上顺路给你大姐、二姐家各送2只兔子。放心吧，娘。马虎将东西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，又用绳子捆扎结实，便跨上自行车往山下的同乐镇而去。大姐夫名叫田建业，是个小有头脑的农民，前世大姐夫养鱼、开饭店，到最后承包工程，一直到马虎重生前，也是个身价100万的小老板。虎子，你咋来了？大姐，打的兔子，娘特意让我顺路给你带2只过来。每次过来都带东西。大姐，这都是我上山打的，你就别客气了，正好给小外甥改善下伙食，否则整天吃鱼，到时候说话再吐泡泡。别瞎说，虽说我家有鱼池，但也不能天天吃鱼啊。不过这兔子挺肥的，大姐就收下了，省得辜负了你和娘的一番心意。说完，更是将马虎拽进屋内，倒了一杯水。屋里没人，小外甥正是淘气的年纪，估计是出门耍去了。虎子，你进山的事，我昨天听老歪叔说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没喝几口水，大姐就开始了念经模式。马虎无奈，又不能说自己有系统傍身，只能连连点头。大姐，你就放心吧，有咱爹的基因，你还不放心啊？就是因为有爹的基因，我才不放心。就在2人聊着的时候，大姐夫田建军也脸色铁青的进了屋，见马虎坐在炕沿上，他的脸色这才稍微缓和了些，不过还是能看出心情不太好。虎子，今天咋有空过来？一会你带几条鱼回去？带姐夫，鱼就算了，一会我还得去镇上卖兔皮，拿着不太方便。马虎摆了摆手，接着奇怪道：姐夫，这是遇到了啥事？虎子又不是外人，激动地的事谈的咋样了？没咋样，王会计咬定不同意。随着大姐夫田建军的叙述，马虎才弄明白怎么回事。前世大姐夫家鱼池被人下药，损失惨重，没准就和这件事有关。实在不行，老子将鱼池分开，那5亩荒地算白开了，剩下的9亩也够用。马虎听后摇了摇头：大姐夫，这事没那么简单，恐怕你那9亩鱼池也被人盯上了。
这帮混蛋玩意！田建军的脸色有些难看，经过马虎这么一点拨，他有些回过味了。人不能忘本，大姐和大姐夫一直对我很好，甚至重生前养猎犬，参加护林队的本钱都是他们帮着掏的。这件事我马虎是一定要管的。大姐夫，最近有人找过你没？想和你承包鱼池？田建业想了想，摇头道：想承包鱼池的没有，但是有个远房数百，想用家里的30亩好地换我的20多亩洼地。若是以前，这事我肯定同意，但眼下有鱼池蓄水，我那地产量不低，再加上每年的渔获，比30亩上好的水田都要赚钱。马虎点点头，继续问道：你那远房数百和村里哪个当官的有亲戚？田建业的脸色一下就难看了起来，握紧了拳头道：他儿子是村长李有田的女婿，狗日的李有田！我说那5亩开荒地怎么也办不下承包手续。大姐马春梅则是犹豫道：建业、胡子，你们别把人想得那么坏。当初分的都是破地，是我们2口子起早贪黑，又花大钱雇了拖拉机，才将那洼地改成好地，又有了养鱼池，他们凭啥？看着单纯的大姐，马虎无奈道：就凭他老丈人是村长。大姐，别说你那半个鱼池没承包手续，就是有承包手续，人家真要是想要，有的是法子将鱼池都夺过去。规矩和法律再好，执行的永远是人，人家想要找你查，理由有的是。邪不压正，老子就不信了，实在不行就跟他们拼了。拼了，田娃子咋办？再说那鱼池，谁要是半夜往里下点药？马虎这可不是危言耸听，因为前世大姐夫家的鱼就是这么被人要死的，那场面至今想起来都让人心痛不已。这敢下药，我就报警。没有证据的事，警察也不愿管，特别是乡里纠纷。看着一直给他泼冷水的小舅子，田建业突然心头一动。胡子，你有办法是不是？别闹了，老公。虎子上学的时候就不学好，连初中毕业证都是我爹送了10斤狍子肉才换来的，就他那榆木脑袋，能有什么办法？马虎脸色一黑，大姐，我只是贪玩，不是傻，谁说我没办法？听到马虎说有办法，田建业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一脸期待道：胡子，快跟姐夫说说，有啥法子？其实有很多办法惩治那个李有田，但光出气可不行，还得趁着对方对鱼池感兴趣，高价将鱼池卖给对方接盘，然后大姐夫拿着大钱，早点走上致富创业的道路，提前数年就走上真格体户的道路。我这边再指点那么一番，大姐夫的高度肯定能超过前世，甚至成为县城婆罗门。而且农村的聪明人也不少，明年就会有人将洼地改成鱼池。不管是什么生意，一旦干的人多了，就免不了恶性竞争、价格战的套路。等那李有田的女婿高价承包了鱼池，10年也别想回本。想到这里，他便将自己的法子仔细和大姐夫说了起来，往大铁锅中倒小半桶豆油，煮至沸腾，接着将宰杀好的鱼放到另外一个锅煎至两面金黄，再用刀直接从中间切成2半，然后将在前世从短视频上学来的秘制调料以及配菜都放了进去，最后撒上一把小葱、一把干辣椒，用滚烫的热油一激，一股诱人的香味瞬间弥漫开来，充斥着整个屋子。胡子，这就是你说的巫山烤全鱼，光闻这味儿就觉得好吃，还有这么多配菜，至少足够5、6个人吃了。人多吃大鱼，人少吃小鱼，既要卖的实惠，还要好吃美味。马虎一边传授着经验，一边将铁盘搬上了桌子。真正开店的时候，这个铁盘得换成无锈钢的，下面再放上架子，点上酒精块，这样就能让烤鱼一直保持热度，顾客越吃越有滋味，越下饭。马虎一边说着，一边示意大姐夫和大姐坐下尝尝。大姐夫田建军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块带着浓郁酱料的鱼肉，放入口中慢慢咀嚼起来。鱼肉外酥里嫩，焦香的外皮和鲜嫩的内里完美融合，再搭配上特制的酱料，简直就是舌尖上的极品。香，太香了，就是稍微有点辣，有点吗？紧接着大姐也跟着尝了一口。胡子，这配菜也吸饱了鱼汤的鲜味，又香又麻的，肯定下饭。不错，你们可以推出专门针对司机的双人套餐，用半条鱼配上蔬菜，好吃还不贵。马虎没有藏私，将该说的都说了，听得田建军和马春梅连连点头，心中也坚定了将鱼池高价出售，拿钱去镇上开饭店的想法。只是田建军犹豫道：胡子，不怕你笑话，姐夫有种预感，这饭店一定能赚钱，感觉命里和我有缘。只是这个生意都是你研究的，我这心里头过意不去，要不你也投一半，算咱们合伙干。算了，大姐夫，男人不挣有数的钱，这兴安岭里的宝贝可是不少。100年人参，千年何首乌，万年太岁，随便搞一个比你开10年饭店都赚钱。而且我这人喜欢自由自在，开饭店可是个辛苦活，1年364天都得拴在店里，实在不适合我。马虎一边说着，一边摆了摆手，脸上满是洒脱的神情。田建军听了，虽然还是觉得过意不去，但也知道马虎的性子，便不再强求，只是感慨道：胡子，你这想法倒也洒脱，不过山里宝贝多，但也危险，你可得千万小心着点儿。我说姐夫，还是想想怎么把鱼池高价转让出去，要是闹事的时候需要人手，老爹、我、大伯、三平哥都能过来。那李有田别以为自己是村长，
就能随便欺负人。咱们大青山林场就是枪多，吓也吓尿他。看着恢复本性的小舅子，田建军一时间竟有些恍惚，实在难以将他和刚才那个给自己出主意的小诸葛联系起来。好吧，虽然虎子人变聪明了，但又馋又愣的特点并没有变。这条巫山烤全鱼用了小半桶倒油，还有那么多配料，自是不能浪费。大姐出去转了一圈，就将燥的小脸却黑的小外甥拎了回来。一家人围着烤全鱼，吃得热热闹闹，直到中午时分才将马虎放走。同乐镇算余庆县最北边的镇子，因为靠近国道，还挨着邻县的上集镇，北边还有3个国有林场，所以很是繁华。光是镇上的常住人口就有几千人。马虎这次来镇上，除了卖兔子皮，主要还有2件事：一是找镇上的兽医，给山里被捕兽夹伤的大花豹弄点兽用抗生素；二是给自己买一套好一点的衣服，这样和林下出去解馋的时候就体面的多了。买裤子的事好办，马虎找了一家卖内衣裤的个体商店，挑了个鞍马的，直接换上。随后就来到了兽医周老二家。他刚来到兽医店的时候，周老二正在给一匹生病的马检查身体。他先是仔细的查看了马的眼睛、嘴巴，又顺着马身摸了摸。马虎在一旁没敢打扰，等周老二检查的差不多了，才上前打招呼道：“周叔，忙着呢。你是大青山林场马夫君的儿子，叫我胡子就行。”胡子是吧？稍等我一会。周老二跟马虎打了个招呼，接着将主家人叫到一旁叮嘱道：“这马没什么事，就是吃积食了，我给开点降胃消食药，你们回去后切记不要再喂它精料豆饼了。”周兽医，这马最近总干重活，我们便想着给它吃点精料补一补，这吃好东西咋还能积食呢？你们不懂，牛马天生就是干活的命，既不能饿着，也不能吃得太饱，既不能冻着，也不能住得太暖，这样牛马才能身子骨硬了。为了下顿吃好点而拼命干活，像你们这样给牛马喂太饱，它干活没了动力，身子骨出了毛病，你们当主家的也要损失收入。主家的几个人面面相觑，似乎是头一次听到这个歪理。领头的一人又问道：“那1个月给他喂多少精料合适呢？”牛马这东西每月33斤精料，剩下的时候只吃草就行。叮嘱完病马的主家，周老二又开了一些管积食的兽用药，才转头对着马虎问道：“胡子是吧？刚才说你姓啥来着？”“姓马。”“周叔，你听过凤凰传奇吗？唱歌那女的叫啥？”“什么凤凰传奇？我只听过武则天传奇。”马虎听后松了口气。丫的，这个周老二给马看病就看病呗，说话阴阳怪气的，张口牛马闭口牛马的，也不知道在嘲讽谁。周叔，是这样，我家养了只大猫，被捕兽夹给夹了，我担心伤口感染，想在你这买点兽用抗生素。几天了？伤口表面有没有糜烂发臭？就这2天的事儿，伤口看着有些红肿，不过还没糜烂发臭，我就怕拖久了会出问题，所以想赶紧拿药回去处理。那得抓紧了。现在情况不算太糟，但捕兽夹上通常都有锈迹，伤口感染的概率不小。我给开3支链霉素，你回去先用淡盐水把伤口清洗干净，包扎好，再把药扎屁股里。周老二一边说着，一边带着马虎来柜台处，拿起1盒链霉素就要开药。周叔，这一支是多大的猫用的？正常的猫都够用，不超过20斤就行。那要是200斤呢？你 TM 跟我扯犊子呢？我活了40多年，就没见过200斤的大猫成精了咋的？马虎见周老二发火，急忙解释道：“周叔，您别生气，我不是故意跟您扯犊子，我家猫多，您看能不能多给我开点药，先来个10支试试。”就算你家猫多，能都踩夹子上？能的。TM 的，反正不花老子钱，不对，是老子还有的赚。周老二很快就调整好了情绪，这小子肯定没说实话，但能多卖药也是好事。反正再傻的傻子也不会给一只猫打10支链霉素，行吧？我就给你开1盒，不过事先说好，这药的按要求用，出了问题我可不负责。放心吧，周叔，我肯定不乱用。1盒链霉素一共12支，加上1瓶用来兑药的生理盐水，还有1根手指粗细的注射器，总共花了马虎6块钱。由此可见，这个时代大团结的购买力，一张干瘪发馊的兔皮竟然被男子卖了15块钱的高价。要知道，这里可是80年代，一个工人1个月的工资也才10块钱而已。老板，成色极好的兔皮收吗？哟，这可是好货啊！这是你自己掏的吗？没错，都是一窝兔子被我用烟熏出来后，一个个敲晕的，毛色没一点损伤。老范只是简单看了一眼兔子皮，虽然马虎带来的确实是上等货，但也只是兔子皮而已。不过还是得和他处好关系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没准这小子比他爹强。想到这里，老范笑呵呵道：“虎子，你第1次进山，
叔可得好好支持你。这7张兔子皮，叔给你估个15块钱的高价，咋样？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老范的小心思，马虎一下就看出来了，无非是想笼络住他这个跑山新客。范叔，这价可不低啊！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第一次卖猎物，肯定不能让你吃亏，就当是开山费了。见马虎面色一僵，老范赶紧说起另一件正事。虎子，眼下有件大好事，有没有兴趣？什么好事？这个嘛，得看你打猎的水准有没有你老爹的7成了。7成肯定是有的，而且要光论寻找猎物的本事，我比我爹还要强。那就好。过段时间，省城要来个大人物，这人喜欢吃野味，县里的大老板开价了，真熊掌1000块钱收购，只限7天。1000块买真熊掌，价格可不低了。范叔，这活儿我接下了。不过我虽有信心能找到熊，可这猎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还得准备几天。好说好说，有啥需要帮忙的就言语一声。还真有。老范无语，他就是客气客气，谁成想马虎见干就爬。啥事？范叔，你也知道我爹是讲究人，家里那把56瓣被他拿去感谢救命恩人了。我现在上山拿的是比烧火棍强点的挂管枪，凭这玩意想对付黑熊，多少有点拼命的嫌疑。这小子是要借枪啊？那可不行，枪这玩意一旦借出去，打到谁可就不是自己说了算的。其实打黑熊的事，大家伙凭的都是实力，你要是装备不行，就先别勉强，等以后赚了钱再说。借枪的事关系重大。范叔，你放心吧，我不借枪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要借的是钱，范叔，只要有林场开的狩猎证明，450块钱就能从供销社买一把7成新的56瓣。所以你要借钱，虎子，不是叔不借你，450可不是小数。中心校的老师1年也就赚这个数。范叔，只要你借我450块钱买56瓣，这熊掌包在我身上。这要是你爹担保，肯定没问题。或者你这几天达到价值100块钱的猎物，证明下能力，我就借你。行，谢谢范叔，我过2天再过来。马虎哪里知道老范的小心思，他自认有大黄的狗鼻子在，几天内搞100块钱猎物不难，将卖兔皮、买抗生素、买拉链裤衩的事都办完，他便骑上自行车走了另外一条回林场的路。中途到了一组毛屯，二姐马春兰就嫁在了这个屯子。来到二姐家，只有2岁的小外甥女陈安安和她爷爷老陈头在家。陈大爷，我二姐没在家吗？老陈头笑着接过马虎带来的2罐麦乳精，还有2只肥兔子，脸上乐开了花。虎子，你二姐跟你姐夫下地去了。听到二姐去产地了，马虎心中一酸。这年头还没有实现机械化种植，也没有那么多的封闭药和除草剂，想起那眼望不到头的地垄沟，我的小腿就直打哆嗦。眼下大姐家在我的干预下已经找到了未来的方向，二姐家未来也得帮一帮。安安，小舅给你买了2瓶麦乳精，好好补补身体。心疼的拍了拍2岁还不会说话的小安安。马虎和老陈头打了个招呼，便骑车返回了林场。老陈头等马虎走远了，就上前将安安手中的麦乳精收起。安安，你还小，以后有的是机会吃麦乳精，这2瓶拿去给太奶尝尝，太奶70多了，也该享享福了。说完，将2瓶麦乳精和2只兔子装好，又倒了1碗米汤在陈安安身前，将屋门一锁，才出了门。老陈头，又去看你老娘啊？你还真是孝敬。这2瓶麦乳精挺贵的吧？不贵，加起来也就10来块钱，给老娘吃点好的。等老陈头走远，刚才打招呼的老太太直接冲着他的方向吐了一口唾沫。我呸！这个老陈头最不是东西，重男轻女，还整天往老娘那般好东西，将亲孙女喂得面黄肌瘦，也不知道心疼。旁边另一个老太太立马八卦道：我怎么听说世臣家媳妇生不出儿子啊？生，整天干那么重的农活，生个屁儿子啊！这个男人每天都坐在自家门口观察来往的路人，一旦发现有年轻男子在此路过，就会上前推销自己的亲妹妹。只因他的亲妹妹怀了镇上工商局长的孩子，急于找接盘侠。刚重生归来的马虎一进入村子，就见李小明正抽着烟坐在他家门口，虎视眈眈地看着他。虎子，我就知道你会从这条道回来。马虎没搭理李小明，冷哼一声，车把一拐就要越过他，谁知道这孙子直接小跑着上去，就挡在了车前。MD， 活该被撞。马虎暗骂一声，接着车头瞄准松开，用力就撞了。我勒个去！这么多年的兄弟，你真壮啊！李小明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撞出了3米。哎呦，小明，我的好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过了好几秒钟，李小明才缓过劲来，他捂着裤裆，强忍着痛意抓住车把道：虎子，听我爹说，你不同意和我姐的婚事，当兄弟的劝你2句。劝你 MB。马虎一个电炮就打中了李小明的眼眶，接着放下自行车，一脚就将其踹入了壕沟中。狗东西也配提兄弟2字？老子拿你当兄弟，你拿兄弟当鞋垫子。虎子，你凭啥打我？就凭你丫的想要老子接手你姐那双破鞋，就凭你惦记着林夏。记住，
以后离林夏远点。马虎说完，继续拳打脚踢。李小明本就比他瘦弱，加上刚才被撞了蛋，那是一点反抗之力也没有，不一会就被打得嗷嗷叫。很快，李算盘和他老婆以及李小月就从屋里冲出来。马虎，你凭啥打我弟弟？要不是还想给你个机会，我是不会同意他帮着说和的。挺好的女人，非得当破鞋。你要是将肚子里的孩子打了，找个好人家嫁了也行，非得找接盘侠，良心叫狗吃了。你放屁！你这是在诬陷我！李小月他妈见儿子被打，女儿被气，直接伸出了魔爪，就冲马虎的脸上抓去。马虎，你血口喷人，老娘今天非抓花了你！马虎一个转身，就将李小月他妈闪到了地上。李算盘，我昨天是白警告你了，要是不拉着你媳妇，我现在转头就去。李算盘被吓得脸色一变，赶忙伸手拉住自己的老婆。你个败家娘们儿，瞎闹啥呢？还嫌事儿不够大呀？都给我消停点！他老婆却不依不饶，在他怀里挣扎道：马虎，你个连媳妇都娶不上的馋货，凭啥这么污蔑我们家小月？今天必须给我们个说法，不然咱没完。这事可跟我没关系，你们得去问许大力，别说是我，全屯子估计都知道你闺女肚子里有野种的事了，加上身上被许大力看光了，她现在正等着你们上门嫁女儿呢。提起许大力，李小月崩溃了，想起许大力的名声，还有那天被他抱去了诊所，大吼一声：我就是死也不会嫁给许大力。许大力，你还真就嫁定了。说完又警告了李算盘一番，才骑车回了家。望着马虎离开的背影，李家人面面相觑。爷，咱找派出所，就拿他打我这事，逼他娶我姐。逼个屁！他堂哥就在派出所上班。行了，这下你也试过了，知道了。马虎根本不想和咱家结亲，以后就别惦记他了，抓紧研究下一个人选，再耽误都开始想怀了。还研究啥？没听马虎说许大力为了娶咱闺女，已经暗中将那事传开了。这要是闺女没嫁出去，就生下了崽子，我这老脸可往哪放？实在不行，只能嫁许大力了，大不了多要点彩礼。李小月听后不干了：爹，我不嫁给许大力。小月，为了以后的好日子，这孩子说啥都得生下来。我打听了，钱所长和老婆结婚多年，连个蛋都没下。等你嫁给许大力，咱就咬死孩子是老许家的，这样最多就是有些流言蜚语。李算盘眼睛一转，一边将女儿往屋里拽，一边劝说着：你放心，爹肯定给你多要点彩礼。此时许大力正在家中和两个堂兄弟喝酒。大力，你就吹吧，凭你还想娶李小月？啊哈哈哈！谁吹了？你看着吧。别看李小月长得好看，但最多2天，李算盘就得上门找我提亲。眼下十里八村的，除了我许大力，根本没人愿意娶他女儿。许大力喝了一口三漏，面色又红润了几分。许大山不信说道：你就吹吧，就算李小玉眼睛瞎了，愿意嫁给你，彩礼你也给不起。彩礼？什么彩礼？我得要陪嫁，没有3转1响，别想我娶李小月。你看看你，喝点马尿就找不着北，吹，使劲吹。许大山冷哼一声，正要嘲讽2句，却见胞弟许老二唰的一下站了起来，一脸的不敢置信道：哥，大力好像没吹牛，李算盘进院了，还拎着2瓶白酒。我靠，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许大山这时也看到了李算盘，嘴巴张得老大，想起许大力以后能搂着李小月睡觉，顿时觉得锅里的鸭腿不香了。这 TM 还有没有天理啊？许大力则是勤快地站起身，对着2个堂兄弟叮嘱道：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是弟弟遇到贵人了，以后你们进山遇到马虎，替我多照顾他。男子明明已经饿了3天3夜，可他却拿着仅有的10块钱去兽医店买了10支毫无用处的抗生素，只因男子在山上打猎时遇到了一只身受重伤的大花豹。爱心泛滥的男子不忍心看到他就这样死去，只能把唯一的10块钱拿出来为他治疗。大花，我先给你扎1针抗生素，然后再换药，这样能好得快一点。那远东豹似乎听懂了马虎的话，乖乖地趴在那儿，没有丝毫挣扎。按周老二的说法，20斤的家猫用1只，从数学的角度，大花超过200斤，用10只正好。大花，忍着点。说罢，马虎找准位置，小心翼翼地把针头扎进了大花的屁股，然后将药液推了进去。大花只是微微颤抖了一下身子，并没有其他过激的反应。这下应该没问题了，接下来只要攒够足够的跑山经验值，应该就能契约大花，到时候重托就有着落了。就在他收拾东西准备在附近狩猎时，大花突然用嘴咬住了裤头，接着对很快一只小赤狐就不情不愿地从草丛走了出来，接着十分人性化地挥了挥爪子，叫马虎跟上的意图很明显。难道是大花要报恩？只听过狐狸报恩，头一次见远东豹报恩的。忍着心中的疑惑，马虎叫上大黄，抓紧跟上小赤狐，走了不少山路，一人一狗才在小赤狐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处略显阴凉的山坳中。见小赤狐停在了一棵枯树前，
马虎赶紧上前，接着他的目光便被地上的一株结着小红果的植物所吸引。叶珊珊还是四品叶，果然好人有好报啊，还借个屁钱了。他先是从帆布包中取出用来挖山针的小铲子，接着拿出一根红绳，在人参叶茎上轻轻打了个结，将红绳系好后，他又在大黄和小赤狐奇怪的眼神中，对着人参双手合十拜了拜，嘴里念叨着：一挖一个金疙瘩，棒槌到手福气大，年年岁岁好运绕，财神路上占新花。说完，才拿起小铲子，从人参枝叶外围30厘米处开始挖土，用手轻轻扣掉一块又一块土块，每一下动作都轻得不能再轻。过好一番折腾，终于人参的根茎和主须愈发清晰地呈现出来了。稳了，看样子应该在25年，估计至少能卖1000块。见小赤狐一脸不屑地看着自己，马虎嘿嘿一笑，从背包中掏出一颗从林下那顺的奶糖，剥开包装纸扔了过去。小狐狸，谢谢你和大花的野珊珊，咱马虎也不是小气人，吃大白兔奶糖可甜了，就当谢礼了，你尝尝。他先是闻了闻那奶香的气味，接着便迫不及待地把奶糖咬进嘴里，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。见小赤狐叼起奶糖，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，马虎脸上的笑意更浓了，又从背包里拿出一颗奶糖在手里晃了晃，逗弄道：小狐狸啊，虽然这大白兔奶糖很珍贵，但你要能再帮着找到野珊珊，哥们拿人品担保，绝不会让你吃亏。一株野珊珊换1袋大白兔奶糖，不论年份。小赤狐亲昵地走上前，将大白兔奶糖含在嘴里回味了半天，终是拉了拉马虎的裤脚。嘤。马虎见状，将最后一颗大白兔奶糖剥开，放入了小赤狐的嘴里。嘿嘿，这你再狡猾的狐狸，遇到老子也只有打工的命。搞定了小狐狸之后，马虎打开了受宠加点系统。受宠大黄经验值516，钱花点数0。没想到挖了一株25年份的野珊参，直接给了400多点跑山经验值。上次打了大野猪，也才给了50几点经验。500多点的跑山经验值，光是强化点数就能兑换5点，可以将大黄强化5次。不过马虎却不打算这样做，甚至短时间内他也不打算契约小赤狐或者大花。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个力工，一个能把打到猎物运出大山的力工。大黄，寻找猎物，小型的和中型的都可以。将东西都整理好，马虎提上挂管枪，准备再次狩猎。大黄收到指令后却没有任何动作，而是直接将狗头扭了过去。这怂狗什么情况？马虎眉头一皱，走到大黄身前，拍了拍他的狗头，却见这怂狗一脸妒忌地看着小赤狐。我靠，你丫的和一条狐狸也吃醋？很快马虎就反应了过来，大黄这是妒忌小赤狐吃了3颗大白兔奶糖，而自己啥也没捞到，可惜大白兔奶糖只有3块。思索了一番，马虎从背包中拿出一瓶剩下的炼霉素。大黄，这可是好东西，比大白兔奶糖可贵多了。刚才大花受了伤，我才舍得给他扎1针。来，我给你扎1针，打完保管你身体倍儿棒，以后进山都更有劲儿。见主人掏出了针管子，耷拉着脑袋的大黄唰的一下就起来了，嗷嗷叫着去寻找猎物了。大黄，卖点力气，回家给你冲碗麦乳精。有大黄的10里蚊香在，不到2个小时，一人一狗，还有个打侧印的小狐狸，便收获了3只野兔子，又在一处水泡子外收获了3只绿头鸭。马虎将几只猎物都处理好，将3只野兔子绑在一起，留给大花和小狐狸当这2天的口粮。剩下的3只绿头鸭，则是小心的用绳子绑住它们的爪子，挂在背篓一侧，准备带回去煲汤。一直到下午2点，在大黄的带领下，马虎终于发现了第一个中型猎物。可惜了，没有搬运工，算你们运气好，今天哥们只打1个。平稳了一番呼吸，马虎将那袍子套在枪口的准心，接着扣动了扳机。随着扳机被扣动，一声枪响在山林间回荡开来，那头最大的袍子却是恰好躲过了子弹。MD， 谁家正经狍子吃草的时候摇头晃脑？马虎暗骂了一声，飞快地拉动枪栓，又上了1颗子弹，对着已经逃散的狍子又是一枪。可那些狍子这会儿已经跑得更远了，并没有中枪。看来上次一枪打中了野猪纯属运气啊，还得多练练。来不及多想，他将身后的大黄和小赤狐轰走，自己则是直接原地翻身，给手上的挂管枪上了子弹，然后便开始了装死。1分钟、5分钟，就在马虎快等得不耐烦时，身侧突然传来了脚步声。他将眼睛打开一条缝隙，偷瞄了一下身侧，正是刚才最大个的那头傻狍子，此时正带着几个小弟，一脸好奇地摸索过来。兄弟，对不住了，我等了10分钟，就是为了等一个机会。等傻狍子走到身侧3米远的时候，马虎迅速起身，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一枪。傻狍子只来得及跑2步，就扑通一声栽倒在了草地上。其他几只跟着他的狍子见状，吓得立马又撒腿狂奔起来，跑到30多米外，又齐刷刷的回头。看啥？不用给我点赞。大黄听到枪声，立马兴奋地从山林中冲出来，对着正在草地上哀嚎的傻狍子汪汪叫个不停，很是威风。他对着傻狍子的脑又是一枪，结束了他痛苦的一生，便才扛起只剩70多斤的傻狍子。
向着来时的方向而去。男人娶媳妇不但不需要买房买车出彩礼，反而要女方倒贴500块钱和3转一响。只因女子肚子里怀了镇上工商局长的孩子，急于找接盘侠，只能被迫答应了这些条件。经过2天的拉扯，我和许大力谈妥了，结婚的是没问题，就是得要3转一响或者500块钱。李小月听后还算满意，经过老娘昨晚的劝说，她也意识到除了许大力，恐怕短时间内找不到接盘侠了。爹，咱就要500块钱吧，家里不缺自行车和缝纫机。李算盘犹豫了半天，终是开口说道：小月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咱们给许大力500块钱？李小月听后多少有些懵了，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李算盘。爷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怎么会是咱们给许大力500块钱？哪有女方家给男方钱的道理呀？这不是倒贴吗？传出去让人笑话死。就是，爹，你疯了，500块钱可不是小数。再说，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这500块钱家里要是给了，不是相当于损失了500块钱吗？是啊，老头子，你糊涂了。都闭嘴！李算盘吼了一句，揉了揉太阳穴，压下心中的烦躁，解释道：不要因小失大，抓紧将小月嫁出去，将孩子名正言顺地生下来，将来才好拿捏钱所长。何况这是小月自己有钱，钱所长1年不少给他零花钱。此言一出，李小明和他妈顿时就没了意见。李小月虽然不愿意，但眼下这个情况也只能如此，但她还是要求道：给陪嫁可以，但不能声张，对外必须说是许大力花了1000块钱彩礼，8抬大轿，明媒正娶的将我迎回去的。婚礼也得正常办，让那些流言蜚语都闭嘴。而且婚后1年，许大力不能碰我。小月，你放心，这些我早就和许大力谈好了，你放心吧。李算盘叹息一声，将老婆子叫出去，为女儿准备婚事去了。李小明则是眼睛一转，爬到李小月身前问道：姐，你身上有多少钱？你打听这个干嘛？反正够花。见姐姐一脸谨慎地看着自己，李小明嘿嘿一笑，接着问道：姐，你就不想收拾马虎一顿？要不是他不识抬举，你也不用倒贴钱嫁给许大力了。这样吧，老弟找人帮你出口恶气，怎么样？这事用不用和爹商量？李小明撇了撇嘴，继续哄道：姐，你没看出来马虎不知拿住了爹什么把柄？这老头现在不敢得罪马虎，只要你出钱，咱私下去镇上找人收拾他，狠狠揍他一顿。以马虎那到处惹事的性格，绝对查不到咱们头上。想起马虎的不识抬举，李小月一咬牙道：行，这是得多少钱？500块钱。算了，这气我还是再憋一憋吧。姐，你能出多少？50。多少再涨点？100。不行拉倒。行，包在我身上。20分钟后，李小明拿着他姐给的100块钱来到了镇上，找到了一个名叫老三的小混混。老三，我想要你帮我收拾一个人。老三点点头，这事正好在他业务范围内。你能出多少？50，不少了吧？相当于老师1个月的工资呢。而且那个叫马虎的就是个臀炮，3、5个人就得吓尿裤子。行吧，就当给老同学打折了。10分钟后，老三买了2瓶5毛钱的本地二锅头，贴上红星的标，来到了一家台球厅中。老歪哥，我有个兄弟被欺负了，想出点钱找咱们收拾个臀炮。李老歪的嘴巴有点歪，他笑着接过2瓶红星二锅头，点头道：老三，看你的面子上，这活咱兄弟接了，你那朋友出多少钱啊？20。此时马虎回到家后已经是下午3点了，家里人见他直接扛了一只狍子回来，立马上去帮忙。狍子肉的收购价比肥猪肉还要高一些，按老娘的说法，最好整头卖掉。马虎则是有自己的看法，娘，拆下来10斤大腿肉，给大伯和林夏各割2斤，剩下的咱自己留着吃。你这孩子学点啥不好，学你爹一样大方。娘，我和爹可不一样，我只对自己人大方。那天没少吃大伯家的羊肉。至于林夏那边，不是想让你早点抱孙子吗？你这孩子……王慧无奈一笑，只好同意了儿子的意见。接着，他的目光就被一个用绷带缠着的野山参给吸引了。老马，别弄狍子皮了，快看，这是不是老山参？王慧的惊呼声立马将抱着豹崽子的三姐，还有正在处理狍子皮的马夫君都吸引了过去。三姐抱着豹崽子凑到跟前，睁大眼睛：胡子，你这跑山的本事比爹还厉害！先是端了兔子窝，救了大花豹，这又打了狍子，抬了野山参。别说是爹，就是把新青山、老金沟的猎手都算上，也没你这么高效率。马虎摆了摆手说道：和爹相比，我就是运气好点。还真是老山参，看年份怎么也得20年以上。算你小子走运，我跑山20多年，弄到的老山参加起来也就10几株，超过20年的更是只有2次。这胡子才第2次进山就挖到老山参。接着他就面色一变，对着马虎就是一脚：你小子就是这么踩参的，用绷带包着，
爹，我也没想过第2次进山就能搞到老山参，也没准备木匣子。马虎无奈地揉了揉屁股，接着怀疑道：爹，你不会是嫉妒我才给了我一脚吧？放屁！老子不是那样的人，别说20多年的老山参，就是50年的登台子，老子也见过。马福军冷哼一声，接着去仓库拿了一个小木匣子，将野山参身上的绷带解开，见老山参的根须都还完整，没有损害，他才将其放入了木匣子中。趁着天色还早，我去借一辆驴车，咱们爷俩一起去镇上卖参。男人第一次上山打猎，不但收获了一只200斤的大狍子，还挖到了一株价值连城的4叶野山参，而这株野山参的保底价格起码1000元起步。这相当于一个老师1年的工资了。等他将收获到的猎物搬到家后，老爹马福军就迫不及待地借来了一辆驴车，要把狍子肉和野山参带到镇上去卖。只见2人合力将少了一条后腿的狍子肉装上驴车，又将野山参放入怀里，才出发去了镇上。爹，咱去老范那呗。先去老范那卖狍子，然后再去周老二那卖人参。为啥不直接卖给老范？我看他这人挺讲究的。话是那么说，但说白了也是为了利益。马福军一边赶着驴车，一边叮嘱道：你和老范接触的少，他这人只要利益到位，陌生人都是朋友，但利益一旦消失，朋友就是陌生人。那周老二是不是强点？他还不如老范呢，人参卖给他纯粹是因为能多卖200块钱。经过老爹的一番解释，马虎才弄明白怎么回事。周老二虽是兽医，但出身中医世家，人脉关系很广，而他大哥虽只是中医院的副院长，但在整个北陵市也是小有名气，所以他平日也会收些珍贵的药材，转手交给大哥，或是在圈子内流转。不过周老二这边的要求比较高，只收黄芪、人参、灵芝、天然牛黄、熊胆之类的高端货。像这株25年份的野山参，在周老二那最少能卖个1000块钱，而卖给老范最多只有800，里外就差了200块钱。说着，两人便来到老范的山货店。这家伙见到狍子肉，眼睛立马亮了起来。哟，老马、胡子，这狍子肉看着可新鲜，收获挺丰盛呀。还行，我儿子打的。马福军的腰杆不自觉地挺了挺。老范给估个价。胡子这实力和你年轻时有一拼啊，我看用不上2年就能超过你。老范一边夸着，一边将狍子肉炮称。狍子肉我按2块钱一斤，一共是86块钱。皮子差点，剔骨有个大洞，但也值30块钱，一共是116。老马你看咋样？马福军摆摆手说道：虎子打的猎物，让他说。行，就按这个价格来吧，这个价格还算公道。虽然狍子肉比猪肉要贵不少，但那是净肉。老范这边见马虎同意卖货，赶紧对马虎笑嘻嘻道：胡子，猎物超过了100块钱，借钱的事。范叔不用麻烦，我搞到56办了。哦嚯，那行，有事随时滋生。等父子俩离开了山货店，老爹马福军才开口问道：老范刚才那话啥意思？借什么钱？我本来想和老范借钱去供销社买一把56办，谁成想第2次进山就搞了个野山参，直接购买枪的了。马福军听后却是嘴角抽了抽：你小子能不能别装逼？爹，我哪装逼了？确实是第2次进山就搞了个野山参。你还是在装？我没装。别墨迹了，快赶驴！父子俩瞪着眼，赶着驴车来到了周老二的兽医店，很顺利的就将人参卖了。一来这人参的品相不错，二来老爹和周老二还算熟悉，1008.18的价格吉利又大气。虎子，你家那猫咋样了？还行，打完练霉素后身体康复了不少。周老二点点头，那就好。金渐层是保护动物，不像黑瞎子、梅花鹿啥的随便打，能救就吧。马福军听得一头雾水。老周，你这话啥意思？什么金渐层？周老二笑着解释道：没啥意思，你儿子之前说猫被夹了，要了整整1盒练霉素，当时我就猜到这小子是在山里遇到采夹子的金渐层了，只有那玩意才能被称为大猫，能一次用10只练霉素。周叔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救的不是东北金渐层，是一只远东豹，足有200来斤。哦，原来是花豹子，那玩意比金渐层还要稀少，而且和小狐狸一样聪明。你要是救了它，它会记住你的，没准还能报恩。周老二说完，突然神色一愣，看了一眼手里的人参，这玩意，靠，原来是花豹子报恩啊！搞得老子都怀疑人生了。活了大半辈子，就没见过第2次进山能采到4品叶的。爹，这叫好人有好报。嘿嘿，这才到哪？凭借系统的能力，老爹怀疑人生的日子还在后头呢。胡子说的对，人品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周老二笑着解释了一句，心里对马虎的好感却是多了几分。有了卖人参的钱，父子俩兴高采烈地去了供销社，准备买枪。而此时，李老歪也在老三的带领下来到了供销社门口。老歪哥，那个马虎进供销社了，还领了一个拄拐的。知道了，老子不打残疾人，一会揍马虎的时候，叫他滚远点，免得崩血上身。在这纯真的80年代，男人竟然带着好哥们去河边偷看自己的妹妹洗澡。而对方之所以这样做，实际上是因为女人怀了镇上工商所长的孩子，急于找接盘侠。而男人一旦看了人家女娃的身子，就必须把人家娶回家。重活一世的马虎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戏码，当即就把这种好事介绍给了村里臭名昭著的老光棍。知道了此事的李小明气得直咬牙，立马就叫来几个小混混，要当街教训一顿这个不知好歹的马虎。此时马虎还不知道，供销社外有一群小混混在等着他们爷俩。2人正在店员的介绍下查看着几把56版，有介绍信在，屋里的枪算是随便买了，不过也只有3把。
还没有新枪。胡子，就这把吧，膛线不比新的差。好，就这把吧。马虎没有废话，先是掏钱办好手续，将56步枪买下，接着又花15块钱买了一大袋奶糖和一瓶麦乳精和一桶酱油。一个留着上山收买大黄和小赤狐，叫他们打黑工卖力点；一个留着给家里的豹崽子。马虎拎着麦乳精和奶糖，马福军则是将56半步枪背在肩上。父子2人出了供销社，正准备上驴车，身后突然出来一个略显挑衅的声音：“你就是马虎，敢欺负我家老三！”马虎回头一看，只见4、5个小混混正不怀好意的看着他们爷俩。谁是老三？老三见状，立马上前一步：“是我。”只听啪的一声，马虎大手一挥，用尽全力的扇了一巴掌，直接将老三扇了一个跟头。哎，卧槽！你凭啥打我？不打你丫的，老子不是白被你泼脏水了？记住，今天打你的人叫李老歪。李老歪说完，从身后抄起一根钢管就要上前，接着便听到咔嚓一声，马虎身后那个瘸子已经举起了手上的56板。咋的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还敢开枪不成？话音刚落，他便见那瘸子伸出刺刀在他身前比划了几下，顿时吓得脸色煞白。打个架，斗个撸，你 TM 真渣！老歪哥，你裤裆！几个小弟吓得立马后退一步，在他们眼中，那瘸子只是拿着步枪在老大身前比划了2下，老大的花裤衩就露了出来。谁说我要开枪了？信不信老子一刺刀将你的蛋割掉？大哥，他不敢割你蛋，咱跟着瘸子拼了！去你 MD！ 李老歪气得老嘴一歪，一脚将老三踹了个跟头，接着才谨慎道：“兄弟，这手拼刺刀的功夫，一看就是练过的，不知如何称呼？”大青山林场马福军，再敢欺负我儿子，老子的刺刀可不会客气。什么？你就是手撕熊蛋的马福军？这老马家可都是狠人啊！特别是这个马福军，马爷，我李老歪也是受了奸人蒙蔽，否则借我10个胆儿也不敢来找您儿子闹事。都怪这孙子收了别人的钱。马虎一听，招呼了李老歪一声，问道：“李老歪，问一下你小弟是谁给的钱？”是李小明，他给了我50块钱。李老歪这时却不干了：“给我使劲打，人家给你50，你就 TM 给我20啊！”好了，内部的事你们自己解决。赶紧滚蛋，别崩我身上血。是马爷，您放心，那个李小明我们替您收拾了。李老歪惨笑一声，接着就带着小弟们离开了。只是走的时候，他这胳膊狠狠地抱住了老三的脖子。老歪哥，那30我没敢兜摊，我买了整整1箱红星2锅头放在家里，准备每天孝敬您1瓶。这还差不多。见老三如此懂事，李老歪也松开了胳膊，咧了咧歪嘴。说起来，最近喝酒都 TM 塞牙缝，不知道咋回事。找机会把那个李小明叫出来，给哥几个去晦气。虽然不太讲究，但眼下只能将李小明卖掉了。老歪哥，这事好办，只是那个马福军到底是什么人物，将您都给吓成这样，还得揍金主一顿。这点屁钱也好意思叫金主，害我得罪了马福军，揍他都是轻的。李老歪狠狠地啐了一口，见小弟都一脸好奇地看着自己，只好叹息一声解释道：“这老马家没一个简单的，别的不说，马大川当年将镇上的革委会主任给宰了，一点屁事都没有，去南边躲了一阵子，回来又活了好几年。还有马福强，他儿子前年退伍回来，和菜刀张那帮人起了冲突，结果你们都知道，他儿子成了派出所副所长，菜刀张那批老混子都被拉去打了把。老歪哥，这老马家是不是认识啥大人物啊？据说马大川当年在高黎战场把一个中将从死人堆里扒了出来，走了3天3夜的雪地。虽说马大川已经死了，关系肯定越来越淡，但交情肯定还在。你们说这李小明该不该揍？几个小混混倒吸一口凉气，异口同声道：“揍他娘的！”第二天一早，马虎背上新买的56板，牵着大黄就出了村。为了节省时间，马虎这次直接带了足够吃3天的干粮和清水，准备从瞭望塔那边进老林子。老林子里有不少抗联时期留下的小木屋，要是晚上在山里过夜，完全可以当做安全屋。5公里的山路，走走停停，花了2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。到达麋鹿谷后，马虎先是爬了一棵高树上，拿出了老爹的单筒望远镜，仔细观察起谷内的情况。谷中小溪蜿蜒，倒是有不少缓坡，偶尔有獐子、狍子、狐狸、松鼠之类的动物通过缓坡下水畅饮。马虎找了一圈，也没有发现马鹿或者驼鹿的身影，倒是在远处的林子里发现了一个小型狼群。想了想，他爬下高树，带着大黄来到最近的一处缓坡，便在地上仔细寻找了起来。大黄虽有10里闻香的天赋，可10里之内的动物气味实在太多了，也只能先设法找到鹿屎，给他来个气味标定再说。终于在第3个缓坡处，他发现了一些类似羊粪球的小颗粒，只是要稍微大一些，也不怎么分散，颜色以黑绿色为主。虽然不知道是什么鹿，但可以确定是鹿科动物留下的，看样子数量还不少。马虎将大黄叫到一堆鹿粪球前，拍了拍他的狗头道：“大黄，闻一闻，这些家伙还在10里范围内吗？”
汪汪！大黄听话的凑到那堆鹿粪球跟前，鼻子耸动了几下，接着朝着一个方向望去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呜声，同时还摇了摇尾巴。很明显，这些鹿还在10里的范围内。大黄，前面带路。一人一狗已是第3次合作进山，默契还是有的。虽是山路，但前面带路的大黄并没有全力奔跑，而是保持着适中的速度，时不时回头看看，这样也能跟得上。马虎脚步轻快，手中拿着56板，却不是那么紧张，甚至多少有些放松。半个多小时后，马虎终于赶上了鹿群，3头小鹿，还有6头成年马鹿。不过，马虎的目标却不是头鹿，而是比头鹿稍微矮1头的雄鹿。眼见马鹿群饮完了水，已经向着麋鹿谷外围而去，马虎抓紧带着大黄追了上去。想要契约马鹿，必须得靠近马鹿群才能进行尝试。好在这群马鹿是边走边吃，走的并不是很快。此时鹿群也发现了马虎，头鹿发出了一阵鹿鸣，几头正在进食的母鹿和小鹿立马四散逃跑，3头雄鹿则是半低着鹿头，鹿角隐隐冲着马虎的方位，前蹄在不停地刨着地面，警告意味十足。这不是扯淡吗？1挑3，要是被撞一下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可要是贸然用枪，马鹿对我产生了厌恶感，就算经验值足够，想要契约也是个麻烦事。就在他犯愁之时，大黄突然对着雄鹿身后狂叫起来，汪汪汪汪汪！很快，雄鹿身后突然传出一声狼嚎和小鹿的哀鸣声，3头雄鹿似乎也察觉出马虎的恶意不大，立马转身向着袭击鹿群的野狼撞去。完了，估计是那3条野狼一直徘徊在附近，恰好被逃跑的小鹿给撞上了。来不及多想，他也牵着大黄飞快地冲了过去。此时场面异常混乱，头鹿一下就将1条啃食小鹿的野狼顶飞，剩下的2条则是飞快地逃窜。马虎眼疾手快，对着其中1条野狼就是飞快一枪，直接打中了狼屁股。此时2条雄鹿也冲到了跌倒在地的野狼身前，用那坚硬锋利的鹿角对着地上的野狼一阵猛顶。野狼本就中枪，此刻又被雄鹿这般攻击，疼得在地上不停地翻滚。还好，不一会就没了动静。见自己看中的那头雄鹿正谨慎地守在小鹿身旁，马虎赶紧上前：“别紧张，我没有恶意。”可惜马鹿听不懂人语，或者说他此时正处于愤怒的边缘，加上受了刚才枪声的惊吓，顶着鹿角就冲了过来。不好，马鹿这玩意咋这么愣啊？他微微弯腰，等马鹿冲到身前时，飞快往旁边一闪，堪堪躲开大马鹿，接着一把就抓住了鹿角，一个翻身就上了鹿身。都说了，我没有恶意。马虎一边喊着，一边用手轻轻拍打着马鹿的脑袋，试图让他尽快平静下来。可这马鹿哪肯听他的，此刻正疯狂地扭动着身子，想要把人从背上甩下去。幸好马虎之前有骑马的经验，勉强还能应付1、2。他被马鹿带着冲进了山林，大黄跟在身后不停地狂叫，但就是不敢上前。等到5分钟后，这马鹿总算折腾够了，不再横冲直撞，停在了一处树下，嘴上不时喘着粗气。都说了，我没有恶意，刚才是想救那小鹿。轻轻安抚了马鹿片刻，眼见其不再乱跑，马虎才颤抖着双腿爬下了鹿背，顺着鹿毛抚摸了几下。契约成功，获得新手宠马鹿，经验值125，强化点数0。以后你教你小鹿了。小鹿晃了晃脑袋，似乎在考虑自己到底哪小。不过经过系统的契约后，他和马虎的关系亲近了不少。想着还有125点经验值，马虎直接花费100点经验值兑换了一个强化点。看小鹿的体型，应该有500多斤。若是在山里行走，驮着200斤的猎物应该没问题。这一个强化点数是在加腿上还是背上呢？啊，有了，反正想提高的是小鹿的力量。这一个强化点数要是加腰子上呢？万一运气好，激发了天赋，反馈点腰子之力给我。嘿嘿嘿嘿。别人进山打猎都是3、5成群约好队伍再去，这个男人却只带了1条狗就出发了，而他去的还是危险重重的麋鹿谷。只因他激活了受宠系统，只要有足够的跑山经验值，就能契约1头野兽，任你调遣。说干就干，马虎直接契约了1头小鹿，并将一个强化点数加在了小鹿的腰子上。第2次强化，获得奖励暴击，100%获得天赋。暴击成功，获得天赋一鹿之力，获得1头成年马鹿的力量加持，腰子加强，负重翻倍。这下爽了，小鹿至少能负重400多斤的猎物，在山里的负重能力相当于4个老猎手了。看了眼足有500斤重的小鹿，马虎兴奋地搓了搓手，在小鹿诧异的眼神中，他先是扎稳了马步，接着用肩部顶住小鹿的腹部，双手抱住鹿腿。小鹿不要活，我试试力气。马虎说完便开始发力，他双脚用力蹬地，大喝一声，他试图凭借自身的力量将小鹿给顶起来。但500斤重的小鹿就像一座小山一样，只是微微晃动了几下，并没有如他所愿被轻松顶起。可惜了，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至少提升了1倍，但距离举起500斤重物还差不少。不过也不错了，就现在这力量，要是去跟楼梯战神阿星干，估计能抢到对方吃不上饭。小鹿要去鹿群道个别吗？小鹿嗷呜叫了一声，晃了晃脑袋，用鼻子蹭了蹭马虎。小鹿不愿意回鹿群道别，马虎也没有强求，他多少看出来了，这头马鹿有点愣，契约了小鹿，解决了最重要的猎物运输问题。马虎的心思又活了几分，总归是进山一次，得去黑峡沟碰碰运气。眼下距离老范的真熊掌悬赏还有4天，若是出山再进来，时间可就紧张了。黑峡沟距离麋鹿谷不远，但是在瞭望塔的另一个方向，里面遇到黑熊的概率能稍微高点。瞭望塔上应该有能联系到厂部的无线电，先过去通知老爹一声，正好休整一晚，明天就去黑峡沟碰碰运气。心中有了主意，马虎便带着大黄还有小鹿回到了麋鹿谷，准备搞几条小鱼。虽然他不需要护林员帮着看牲口，
但打好关系也是很有必要的。有了昨天的经验，用刺刀扎鱼的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你得等鱼从身边路过才能动手。前后花了半个小时，马虎总算扎了4条鱼，1条季瓜子，3条柳根子，除了味道不错，还比较适合下奶。马虎将4条小鱼处理干净，扔进背篓，便带着小鹿和小黄，趁着天黑前返回了瞭望塔。黄叔，是我。很快，一个穿着蓝色林业制服的中年男人就出现在了瞭望塔边缘的平台上。你小子是马虎啊，我爹是马福军。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你好像不经常进山，我印象不深。黄鹏友好的笑了笑，接着指着梯子道：你小子要上来，想跟厂部通个话，和我爹报个平安，然后再住一晚。没问题，我给你放梯子，正好我一个人闲出屁来了。黄鹏说着，便走到了瞭望塔边缘，将一个2米多长的铁梯子接到主梯上，这样下面的人才能上去。见塔下还有一路一狗，他不由好奇道：你怎么还搞了一只活鹿？我头一次见到马路跟着人的。这家伙在山里遇到了狼群，我顺手将其给救下，谁成想他非得跟着我。我想着这家伙力气不小，能驮送不少猎物，就勉为其难把他留下了，无非是以后多吃些草料。一边解释着，马虎已经上了瞭望塔，眼前的景色豁然开朗，能看到一大片郁郁葱葱的山林，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，染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。这是真新鲜，我在咱林场做了10多年护林员，只听过老一辈有养驼鹿的，头一次听说马路会跟人的，这玩意可是愣得很。黄鹏笑了一声，接着拍了拍马虎的肩膀：别看这景色好，却不能当饭吃，待上7天保准你无聊死。黄叔，我在山西扎了几条柳根子，藏晚上吃。交给我，你不是要联系厂部吗？红色的按钮是无线电开关，没事的时候都是关着的，否则电池坚持不了7天。黄鹏说着，拿出一个小煤炉就忙活了起来。马虎则是用无线电联系了厂部，请厂部用大喇叭通知下老爹，他准备在山里多待2天。大青山林场，厂部的大喇叭一喊，基本全屯子都知道了。马福军听后那是直接炸毛了。王慧，你说虎子不会进老林子了吧？运气好赶上花豹报恩，采了1株野山参，还真把运气当实力了。马福军说着就要叫人去瞭望塔找儿子。王慧见状，赶紧将自己男人拦住。老马，人家厂部是大喇叭喊的，现在全屯子都知道虎子要在山里再待2天，你这么急冲冲的进山，就算将他拽回来，要是空手回来，以后也抬不起头了。我看咱们应该相信虎子，他虽然有些愣，但却不傻，留在瞭望塔肯定是有原因的。马春竹这时也抱着豹崽子劝道：爹，就你这腿脚，进山也帮不上忙。娘说的对，虎子肯定遗传了你的打猎天赋，这才进山几次，又是野猪肉、狍子肉，又是野山参的，他敢这么干，心里绝对有数。听了家人的劝说之后，马福军心里也稍微平复了些，但还是嘴硬道：遗传个屁，他要是有我3分本事，老子也不用在家提心吊胆了，这次回来非好好收拾他一顿不可。